卡了吗？我依赖着你，却又不敢靠近你，生怕自己会沉溺。只能信件是你，口头是你，眼神跟你去关心着你的关心。保持的距离透露步步都小心，疏远却步步跟进。上海水贴着蓝天，蓝天在回应，我的心也在回应你。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也想靠近，也想放弃，听天或有命。也许我已经忘记，也许会被你提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都过去。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我说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想我是真的真的爱上你，不必迟疑。保持的距离透露步步都小心，疏远却步步跟进。像海水贴着蓝天，蓝天在回应，我的心也在回应你。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也想靠近，也想放弃，听电或有你。也许我已经忘记，也许会被你提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都过去。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泥泞，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我说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想我是真的真的爱上你。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也想靠近，也想放弃，听天或有命。我说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都过去。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泥泞，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我说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想我是真的真的爱上你。我卡吗？我现在卡吗？我现在卡不卡？我这显示的没有啊，我显示的不卡呀。又是卡啊！我是显示的，我的那个 WiFi 是那个啊。来，我们快速讲一下啊，这首歌有问题，这首歌其实是有问题的。这首歌它的那个 key 定的，这首歌的 key 定的其实不是说这个歌手的 key，
他可能因为他的 key 跟这个他的搭档的 key 不是一个 key，所以他要配合他的搭档。因为他的 key 呢，就是比他的搭档的 key 要低，所以他为了让他搭档唱的舒服一点，所以他定 key，他把自己的 key 定的高，所以就导致了他有一些字他有点唱不上去，比如说。透露步步的消息，贴着蓝天，蓝天在回忆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越想靠近，越想放的事情就让它都过去。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很就是爱耶，但是爱就是他有点唱不上去，他是就他唱不上去，他也是扯着嗓子在那，对，他是唱不上去了啊！你看，人家搭档唱的非常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很也就是他唱不上去啊，他唱不上去，他来，来，你看这块他也唱不上去。靠近也想放弃，听电或有你，听天会有来。靠近也想放弃，听电或有你。这个天他没唱上去啊，再来。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我说我还好，就是下面还可以，但是着重要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这个歌让我会觉得说他的歌词其实有点意思，就是歌词其实这两句歌词写的很好。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我说我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泥泞，就代表着说，就是这一段词，它想表达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会有经历很多，深夜的风啊，就深夜突然刮风了，然后清晨又下雨了，然后黄昏的时候下完了，但是路上很泥泞，就代表着感情在不同的阶段啊，他通过这个自然的这种环境的描写，他描述了感情各种经历，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他是爱或者恨，但是呢，他承诺就是一直都是清晰的啊。他这个，但同时他的词，又有一点点露骨啊。他的词又有一点露骨，他词哪里露骨呢？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词啊，就很露骨。想我是真的爱上你，就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对，他是爱上你啊，爱上你啊。他这个词，他是有一点点就是不合规啊，就是对，而且他俩就是有一点点升华的，就是他俩在合唱的时候，因为前面他俩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啊，前面都是你一句我一句，但是中间只要他俩合唱的时候，一下就是那个感觉，感觉就上来了。
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很一般啊，两个人分开唱很一般。我说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都过去。深夜了，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我说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就是这一段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歌，它都是会有这个和声啊之类的，它没有，它就纯合唱。但是他俩的声音啊，虽然说他俩的音色不同，但是他俩声音就是能融入到一起去。就是我单纯的我听这一段他俩的合唱的话，我听不出来谁的声音比较出挑，就是他俩是融合在一起的，就像一个麻花一样，他俩拧在一起的。因为他俩没，而且他俩不是说有和声的那种融，他俩就是平时的合唱，但是他俩的声音莫名其妙就融在一起了。就融在一起了，我就听不出来。你这一段我听不出来，就是哎，这个歌手比较声音比较突出，或者说那个歌手比较突出，他俩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又那么合，就是恰好，就是那个契合度比较高，所以说就是这首歌，就是还不错，只能说还不错。又卡了，又卡了。然后那个网上会有一些留言啊，就是这首歌他们说有点像这个梁静茹的一首歌，哎，他们说这首歌有点像梁静茹的这首歌。我们分别听，我们就听那个副歌部分啊，就是在这个在对比的过程当中，我要给大家定义一下什么叫抄袭啊，有没有抄袭的这种嫌疑？抄袭呢，就是大概就是你们按照常理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们听一下，就是大概有两句歌词，或者说两句词，就是旋律相同，它就是抄袭啊。你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跟这个梁静茹这首歌有没有达到抄袭？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两句歌如果旋律相同的话，就是抄袭啊。来，我们先听。沉默的别想靠近，蓝天在回忆。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茂与罗勇。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一句。别想靠近，也想放弃，听天火有鸣。两句，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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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我们来听这个。仰望能许一个愿望，希望我爱的人健康，个性很善良，大大手掌能包容我小小的倔强。你的浪漫只有
它是有相像的，所以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这个声明一下，就是他俩没有达到抄袭，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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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礼貌有落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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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清晨的风，黄昏的泥泞，噔噔噔噔噔，前面是有像啊，对，后边就又不像了啊，所以说这个有的人会说这是抄袭，这个达不到啊，就是他因为我要给大家普及一点，就是它其实就是旋律是固定的啊，旋律是固定的，所以就是就那几个旋律，你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歌都会跟某一首歌可能会有几个音会像，但如果说它持续的2段都是搬过来的，这一定是抄袭啊，这一定是抄袭。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解析一下咱们这些网络上的一些就是大家熟知的一些歌手的作品，最后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比较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跟我们也有关联的一个歌手啊。这个歌手也是跟我算是有之前算是合作过啊。来，我们听一下他的作品，听一下他的比较人气比较高的原创歌曲。一句我想念，我变得哑口无言。往事已经留在昨天里面，又何必浮现？揉碎的爱恋，随着一脚的跳线走一圈，又回到原点，渴望着爱一遍。怀念，当你丢下我的那一天，出租车里哭红了双眼。今后你我不在同一个世界，夜空滑落思念的缘，我也不再苦苦想念。嘴角微笑，只愿安好个一遍。一人的世界，不再有你的光圈。又是一个秋天，微风拂面，偶尔会想念相框里的照片，我们笑得多么甜，你的脸靠在我身边，陪我这些年，怀念。当你丢下我的那一天，出租车里哭红了双眼。今后你我不在同一个世界，夜空滑落思念的缘，我也不再苦苦想念。眼泪遮住晴天，我也不想怀念。当你
你丢下我的那一天，出租车里哭红了双眼。今后你我不在同一个世界，夜空滑落思念的缘，我也不再苦苦想念，嘴角微笑，只愿安好个一遍。抱歉，我不敢再多爱你一遍。来，你们听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这个可以有点质量啊，就是你们听完这个作品以后，你们会觉得有什么感触？就有没有记住旋律？你们怎么去评判呢？就是说从词到旋律到编曲啊，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词、旋律、编曲啊，声音、唱法啊，有没有什么意境啊？能不能让联想到一些东西啊？你们听完是什么感觉？平平的，还有吗？舒服，声音好听，还有没有？就是你们说一说，没有记忆点，还有吗？还有其他的感受吗？没了，没了。没有歌词根本就不知道唱什么啊，就是我会觉得他这个就是不知道哪里是高潮，唱歌的人没有穿白袜，侠姐土鸡蛋，爱穿白袜是吧？就是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从词来讲的话，那大白话，就是我发现就很多人就写词其实都是大白话，就是什么渴望爱一遍，怀念当你丢下我的那天，出租车里哭红了双眼，就太白了。就是你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说，就是歌词里边可以讲白话，但是呢，你不能说你的意境是靠这个白话去凸显出来的。你的意境可以就是通过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氛围、地点啊，包括就是那个天气啊，包括那个就是那个温度，你这些都可以表现。它就是表现了这个，就是我在出租车里哭了，就是它表现得很直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编曲也有问题。这个编曲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零几年的时候那个网络歌曲就零几年网络歌曲会是这种风格和质量，对，就是它会有这种感觉啊，唱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 OK 的，这个其实我跟他算是认识的，我跟四郎曾经算是比较好的朋友，然后我也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他当时非常不喜欢，我给他写的这首歌呢，大家也听过，就是我给他写这首歌，他不要，他说这首歌啥玩意儿没听懂啊，就是我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我给他写的这首歌，你们来评判一下，就是说这两首歌你觉得哪一首歌比较好？短短的头发，旧旧的衬衫，经过时候还闻到了一阵金芳香。没人
的笑脸，黑色的眼眶，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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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现在能听见了吗？好了，是不是？就是你们听完这两首歌，你们觉得哪一首歌会比较好一点？没听几句卡死了，来给大家听完。黑色的眼眶，心甘情愿地爱了你一场。你是我在有你。来，从头听啊，来，听完以后你们对照他的歌，你们会觉得哪首歌好听？短短的头发，旧旧的衬衫，经过时候还闻到了一阵金芳香。迷人的笑脸，黑色的眼眶，心甘情愿地爱了你一场。你身上闪着光，我脸上发着烫，一向狂妄傲慢，挥着翅膀的我先对你投了降。我在有你的街道上走路都变得缓慢，我在有你的饭馆里声音都减一半，期待你订的早餐，也期待你轻声说晚安，最期待吵架时候真挚的眼神说我最好看。你在我的微信里面一直都置顶在上，你在我的相册里被我 P 得最惨。不管蓝天有多蓝，不管星空多么璀璨，最期待人群之中你紧握的手，风穿人海。哎，这就是我给他写的一首歌啊。当时我记得这首歌还是在他家写的啊。这首歌写完了之后啊，写完了之后，然后他就说那什么，
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你给我写一首歌呗。然后我说那个行啊，我在你家写。完了我就在他家那个次卧写了一首歌，写了一首歌，然后我就给他听，他说啥玩意儿？对，啥玩意儿？我说这歌多适合你啊！我说这个写的就多灵啊，什么什么，最期待你说我最好看之类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在饭馆里声音减一半之类的，就是都是给他写的，然后他说觉得不咋地，我说那行吧，那你不要就算了，就这样，就这首歌他就没唱。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这首歌就是很适合他，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比较阳光的，然后比较霸道的一个零。对，我是会觉得是这样，但是他不喜欢这首歌，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唱了啊。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迷人的笑脸，黑色的眼眶，心甘情愿地爱了你一场。你身上闪着光，我脸上发着烫，一向狂妄傲慢，挥着翅膀的我先对你投了降。走路都变得缓慢，我在有你的饭馆里声音渐一半，期待你订的早餐，也期待你轻声说晚安，最期待吵架时候真挚的眼神说我最好看。你在我的微信里面一直都指定在上，你在我的相册里被我批得最惨，不管蓝天有多蓝，不管星空多么璀璨，最期待人群之中你紧握的手横穿人海。不管蓝天有多蓝，不管星空多么璀璨，最期待人群之中你紧握的手横穿人海。哎，这首歌啊，写给他的，他本来是打算给他唱的，他不唱。我也是，我是会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适合他的，他不喜欢啊。最后分析一下我自己的一首歌啊，就是这首歌也是我没事就会循环的一首歌。在屋檐下躲着雨，他会翻，他倾听着过去，他很困，他很小心翼翼，他们计划着未来忙碌的日子，可是啊，一切都不会那么容易。最后啊，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漆黑中，我颤抖，哭得像傻子。天上月亮啊，星星啊，告诉我。
是你自己。我们把它听完，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歌词是什么意思啊？他又来，他也去，他有风，他就绿。他慌张地用力挽住他的手臂，躲在屋檐下躲着雨。他会翻，他倾听着过去。他很困，他很小心。他们计划着未来忙碌的日子，可是啊，一切都不会那么容易。最后啊，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漆黑中我颤抖，哭得像傻子。天上月亮啊，星星啊，告诉我怎样过得去。多渴望不确定的能被过滤，错过的不再逞强时被提起，可是愧疚的跟你不大，其实啊，不过是你自己。其实啊，我想我永远不分离，再疲惫也总想紧紧抱着你。我最亲爱的爱人啊，求求你别说对不起，原谅我不能够陪你走下去。你说的我早已牢牢记在心，我的呼吸啊，眼泪啊，早已经不由我自己。好，这首歌，咱们分别来解释一下这个，这个歌的歌词啊。有的人可能就是看这个歌词有点懵逼啊。他有来，他也去。他有来，他也去，就是其实，这首歌，你们听不懂其实是正常的。为什么正常呢？因为其实他有来，他有去，其实就是我在这段感情里，就整个的这个歌词都是我在这段感情里真实的经历。他有来，他也去。我这边用的是女字旁的他，但其实是男字旁的他。就是，当时其实是我先去找我第三任的，然后呢，我第三任也来北京找过我。这他有来，他也去，就其实他是表示出就是这段感情其实一开始他是双向奔赴的。他有风，他就绿，就是代表着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我这边夏天就是我这边是那个那个北京还没到，叶子还没有特别绿呢。然后他来了，他带着风来的，北京的树叶就绿了。因为我去找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是5月份的时候，4、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浙江天就是这个温度已经上来，然后树木已经绿了，但是北京的还没有完全绿，所以说它有风它就绿。它来的时候，我这边树也绿了。他慌张的用力着挽住他的手臂，躲在屋檐下躲雨。这也是我这段感情里亲身经历的。就是我有一次我去找他，就是我第一次去找他，还是第二次我忘了。反正我去找他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逛夜市，然后我们吃东西。我们去吃东西，去逛夜市，吃路边摊。
还吃的烧烤，然后我俩还喝了点小啤酒，喝了2瓶啤酒大概，喝完了以后，就是走回家的路上就突然下起小雨来了，然后他就拉着我，然后就是我就拉着他往那个屋檐下躲雨，然后我记得他还哭了，就是我忘了是为什么哭了，我记得他哭了，好像是被我说了什么感动的，他好像就哭了，他会烦他倾听着过去，他会烦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第3任他其实非常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不满意现在的生活，然后所以他就一直就是讨厌现在的生活，所以他说我就听。他很困，他很小心翼翼，就是也是他困了，然后就是他睡着了以后，他抱着我胳膊睡的，抱着我一只胳膊睡的，然后我就在那儿坐了将近3-4个小时，因为我怕打扰到他，因为他就是躺在我身边，然后抱着我胳膊就睡着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坐着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也应该睡觉的，但是因为他抱着我的胳膊，所以我就不能躺下，所以我就一直陪着他，大概睡了3-4个小时，然后他翻身的时候我才躺下。他们计划着未来忙碌的日子，就是他来了，就是他就是要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就策划就是说在北京做服装，做那个服装品牌，我要给他开一个服装的那个网店，名字我都起好了，叫好看。然后这个网店其实我们也注册了商标，但后来在弄这个事情的过程里边是不顺利的，所以就是我们这段感情其实也就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这个时候最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作者就是这个写歌的这个人，其实他想讲的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是别人的故事，因为我已经不是这故事里的人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是会联想到咱俩，就是其实都是自己的故事，但是他要表现出就是我因为物是人非了，我在看别人的故事，顺便关联到我自己的故事。最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漆黑中我颤抖，哭得像傻子，这个也是真实的经历。我跟他分手之后，我走不出来，然后我就开始酗酒，我就开始疯狂的在酒吧里消费，每天都把自己喝得很醉，然后那一段时间认识好多朋友，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大概喝到2点左右我就回家了，那天是冬天，然后喝多了，然后我就开了一点点小窗户，然后就吹风2-3点钟，我们小区那个门卫给我打开门之后，我就径直往前走，因为已经喝多了嘛。那个门一打开，我就径直往前走，走着，然后我就不行了，我就马上要哭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记得那个是月亮特别大，然后照的那个小区里边也有一点点亮，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然后我就想就是说自己把自己弄得这么惨，然后喜欢的人也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开着直播，然后我就忍不住了，我就本来我就想开着直播，我就赶紧走回去，但是我好像在直播，我说今天月亮真的圆呐，真的大呀，或者怎么样，就说就忍不住就把手机放在一边，坐在那个小区的
长椅上，我就开始哇哇哭，我就哇哇哭，我就控制不住了。然后下面才有天上的月亮、星星啊，告诉我怎么过得去。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太憋屈了，就是那将近4、5个月，我就天天在喝酒，麻痹自己，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憋得自己特别难受啊。然后那个多渴望不确定的能被过滤，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第3任有很多的时候，他其实在质疑这段感情了，但是他没有表达出来，他想再试一试，但是其实这样我是很受伤的，所以我就说多渴望不确定的能被过滤，就是他能把我过滤掉，然后错过的不再逞强时被提起，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逞强的时候，你可能你在故作坚强的时候，就很怕有人在提及那个你曾经错过的那个人。然后这句话，可是愧疚的该弥补的其实就是你自己嘛，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对我自己说的，就是就你自己就自责呀也好，包括那个委屈也好，但其实就是最对不起的人其实是你自己，就是这个歌词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我当下的一个情境，所以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情商好了一大半。就这首歌一写出来，我就觉得啊，好像感情走出来好多了。就是那段时间真的把自己，第3任真的算是让自己好难忘啊，对，好难忘的一段感情。我跟我第3任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不知道想做什么，然后在网上想找他拍戏来着，后来就没拍，再后来我俩就聊天儿，因为我晚上睡得比较晚，然后他就来看我直播，然后后来我俩就微信上聊天儿，然后他就说他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他也是年纪比较小，然后他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说你不懂得保养，对，我不懂得保养，然后后来他就说他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我就说那肯定你知道你想做什么。后来我说那你想做什么呀？他说他想开个服装店。我说正好我也想开服装店。我说那咱俩合伙吧，我出钱你出力。就这样我就打算出40万吧。我当时好像是打算出40万还是50万做一个淘宝店，然后我出钱他出力。后来我就跟他见了一面，因为毕竟合作关系嘛，我就跟他见了一面。见了一面以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也没那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跟他就是提了说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时候好像没那么喜欢，就突然就跟他提了以后，然后他想了想，然后他就同意了之后，我们就中间我们出去玩了一下，然后他回浙江，我回北京，过完了端午节之后，然后我去浙江去找他，然后见了他的一些朋友，就算是见了他娘家的人，然后跟他们喝了点酒，然后就跟他一起搬家，从浙江搬到北京，然后就跟我在北京同居了。再后来开网店的事儿就一直不顺利，后来我就给他报了计算机学校，然后陪他一起上学，再后来
上着上着，俩人观念不合，然后他也就对生活没有什么信心了吧，也没有那么喜欢了，所以我就知道他可能想分手，我就问他，后来我就跟他分手了，就这样一段感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付出很多吧，付出很多，所以就是在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过，然后一直在压抑自己，后来就写了这首歌，就好起来了，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们看我写歌啊，有的时候是在救自己，在给自己治病，要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受的。你不写歌，你不把这个情绪写出来，你不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你其实憋在心里，你非常非常难受的。不保养，所以老得这么快吗？老得快其实是源自于就是，生活你操心的事太多，就是你想想我一天我操心的事太多了，父母啊，男朋友啊，未来呀，房贷、车贷呀，因为你拥有的多，啊，而且就是你这个年纪又没有人能，就没有人能去，怎么样的去帮你，就是都是靠自己就是扛过来的，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那你怎么可能不老呢？对不对？他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就是我不像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岁数啊，不是我们这个岁数，就是我们这一代吧，也不是说我们这一代，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的，就是我没有家庭的依赖，就是我没有家庭的依靠，然后生活上也是单打独斗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自己，因为我其实也是，就来这么人世间这么一遭嘛，我很多事情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又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很累，然后会比如说就是我开了一家店，没几个月我就亏，没到1个月就被相关部门给盯上了，所以我就亏了100万，我就关掉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导致了，就是你真的会一夜白头的，你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开的店，然后就是相关部门不让你开，各种找你茬。那你就硬亏啊，你就得硬挺啊。这件事情你不可能说，因为你不想去面对，有人去帮你面对，没有，就是你必须你得说服自己，就是说，哎，好像这100万，亏了就亏了，你还有其他可能啊，因为这个你跟，对吧？你跟谁去说呢？谁能帮你去搞定这个事吗？对吧？他一定是，就是自己慢慢在跟自己心里去消化和解，对吧？因为这个群体的这种酒吧其实就是不太会被大众去接受的，所以你就必须得去面对，你必须得说，哎，好像你已经很幸运了，只不过这一个不幸运，没有多糟糕啊，反正你这些钱也是你幸运得来的呀，那你亏掉也就是亏掉了，你就是得安慰自己，然后就是哪怕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要钻牛角尖的话，你就完全走不出来啊！怎么办？喜欢有对象的大叔了，无语了。有对象的大叔，那你跟大叔是什么关系啊？双子塔，你跟这个大叔什么关系？这个大叔喜欢你吗？还是你是小三儿吗？
朋友，有实质的关系吗？你俩有发生关系吗？你俩有发生关系吗？没有。啊，大叔也喜欢你，大叔是 gay， 然后也喜欢你，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双子塔，他是 gay 是吧？就这样，双子塔你就记住了，一个大叔在有对象的情况下喜欢你，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太好啊。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人，或许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被害者。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左右不了一个人会对你好多久。我们左右不了别人会对你好多久或者爱多久，但是我们一定能，去有一个前期的，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这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应该去分析他，去了解他，比如说这个人他的日常的行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三观比较正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这个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们没要求别的，我们就要求这个简简单单的东西。如果说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后期他做很多事情他是有责任感的。但凡就是有一个自私的人的话，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他可能跟你结束的时候也非常自私。能明白不？就是你不要想着你是那个例外。我们有的时候爱一个人，其实爱他的人品。就他如果说他是一个好的人，他可能哪怕他有一些跟你分歧的东西，他也不会伤害你。就是他不会伤害你。我会觉得一个人感情其实到最后的话，其实都是责任感、良心，就是因为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你其实对他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约束他，他能自己约束自己，全凭良心。就全凭良心。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的话，你自己都知道怎么回事，不用纠结，真的不用纠结，不值得。等到某一天你会发现，就那点事儿。之前真不知道他和他朋友住在一起，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呀？就你都不了解他，很多时候感情太盲目了。你得先了解一个人，再去决定喜欢怎么样。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吧，都11点半了啊。对，1点半了。拜拜吧。